2021前2个季度，我们已经见到了大量新机上市，有搭载骁龙888的高端旗舰，也有一些中端新贵，当然也不乏大量的平价机型。总的来说，手机市场从上半年一开场就进入到了激烈的竞争之中，而这种状态也会延伸至下半年。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，下半年战况可能会比上半年还要激烈，毕竟个个都大有来头。首先，苹果、三星和华为都将奉献上自己的年度旗舰。vivo、小米、荣耀也将发布各自的黑科技新品，想想就很热闹。既然如此，本期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下半年即将发布的几款重磅机型。1、华为 P50 系列。熟悉华为的朋友都知道，下半年往往都是华为 Mate 50系列的发布节点，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原本应该在上半年发布的华为 P50 系列也将被无限期搁置，现在看来大概率还是要等到下半年了。根据目前的曝光消息来看，华为 P50 可能将于7月底发布，将有 P50、P50 Pro、P50 Pro 加3个版本，3个手机将采用不同的外形设计。P50 将使用居中单孔直屏 ，P50 Pro 将采用双侧曲面屏设计。P50 Pro 加将采用4曲面设计。事实上，该机外观也曾在华为鸿蒙系统新品发布会上有过惊鸿一瞥，其硕大的后置镜头模组令人印象深刻。其他方面，除了预装鸿蒙系统外，华为 P50 系列将会依旧成为拍照、视频爱好者的最佳选择之一。在影像系统上，华为 P50 系列将采用 1.18英寸的大底传感器，有坊间传言称华为 P50 Pro 的传感器为 IMX707，光圈达到了 f1.8。在进光量和夜景成像质量上会有进一步的提升，同时焦段为18到125毫米，可实现等效5倍光学变焦。另外，华为 P50 系列还将主打超高像素，高像素确实能在细节上带来更好的解析力。如果华为 P50 系列支持最高1亿像素拍摄，以华为以往的影像水准来看，还是很有看点的。2、iPhone 13系列。苹果一向保持着稳定的更新节奏，其 iPhone 产品基本上都会在每年9月中旬前后发布。现如今 iPhone 新机在名称、外观、配置等方面已基本被曝光，比如新机可能被称为 iPhone 12S， 而不是大家一直都在说的 iPhone 13。据悉2021年的 iPhone 系统依然会推出4款机型，包括 5.4 英寸的 iPhone 13 mini、 6.1英寸的 iPhone 13、 6.1英寸的 iPhone 13 Pro 和 6.7 英寸的 iPhone 13 Pro Max。屏幕方面， iPhone 13全系列依旧会保持刘海屏设计，只是刘海的宽度从 34.83 毫米缩减到 26.8 毫米，看起来要比 iPhone 12小了不少。另外 Pro 与 Pro Max 2款机型还将采用 LTPO 屏幕，支持1到120赫兹自适应刷新。此外，也有消息称还会提供屏下指纹版本。处理器方面依旧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常规升级到 A15， 性能比上一代还会强出 20%，iOS 15也会搭载，新增多项交互操作功能，同时会更加注重隐私和安全性。内存方面 ，mini 与标准版仍然是4G 运存，而 Pro Max 则为6G 运存。而在相机方面 ，iPhone 新机会有一个较大的升级，虽然具体参数还没有流出，但从最新的曝光机模来看，4款机型相机模组面积均要比前代大1圈，厚度也要凸起一些。据悉，新一代的 iPhone 超广角相机将升级至 f1.8 光圈，还会加入自动对焦，同时在视频中增加人像模式等等。续航方面，在电池上挤牙膏已经是苹果的强项了，不过考虑到会有高刷，这一次 iPhone 在电池容量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。从曝光信息来看， mini 版本电池容量升到了2406毫安，而此前 iPhone 12 mini 只有2227毫安。标准版和 Pro 版会从原来的2851毫安提升到了3095毫安，至于最大号的 Pro Max 直接突破4000大关，将从3687毫安提升至4352毫安，提升幅度还是很大的。总体来说 ，iPhone 新机较之上一代 iPhone 12系列整体变化并不显著，但该有的升级都有，同样十分抢眼。3、三星 Galaxy Z Fold 3。据媒体消息，三星 Galaxy Z Fold 3已经通过了美国 FCC 认证，手机有望于今年的7到8月正式发布。据悉，该机支持 S Pen， 但不确定是否随机标配。另外，从曝光的官方渲染图来看，三星 Galaxy Z Fold 3屏幕拥有一个打孔的自拍镜头，自拍镜头的位置跟上一代 Z Fold 2差不多。
而后置镜头方面也采用竖向排列方式，模组比例更加修长。在硬件性能上，三星 C Fold 3大概率将搭载高通骁龙888移动平台，搭载更大的内存组合，满足旗舰用户的使用需求。此外，同样有消息称，三星下半年除发布三星 Galaxy C Fold 3以外，还将发布全新的三星 Galaxy Z Flip 3，喜欢折叠屏的朋友可以期待一波。4. vivo X70 系列。距离 vivo X60 系列发布已经有了半年时间，按照 vivo X 系列一贯的更迭节奏来看， vivo X70 系列也差不多要来了。在此之前，关于 vivo X70 系列的消息也时有曝光，甚至一度有背面照流出。从曝光图片来看， vivo X70 系列的整个设计语言基本上还是延续了 X60 系列的风格，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影像模组上，双色云阶由上下改为左右，闪光灯模组移动到了相机右侧，相机数量仍然是4颗，分别为主摄、超广角、潜望长焦和人像镜头。毫无疑问 ，vivo X70 系列的卖点依然是相机。一直以为 vivo X 系列都是主打影像拍摄，去年 vivo X60 系列上的蔡司镜头加微云台的豪华配置令人印象深刻。今年的 vivo X70 系列又怎会甘于落后呢？根据知名爆料达人数码闲聊站透露 ，vivo X70 系列超大杯版本则采用超大矩阵镜头模组设计，镜头会呈现 L 型排列。同时，超大杯版本还将会搭载有伸缩镜头方案，其长焦表现将会非常值得期待。另外方面 ，vivo X70 系列将全部采用居中打孔屏，大杯和超大杯使用三星1:4屏幕，还有立体声双扬66瓦超级快充，电池容量为4500毫安。然后就是硬件参数，爆料信息显示 vivo X70 或搭载猎户座2100处理器， vivo X70 Pro 或搭载天玑1200处理器， vivo X70 Pro 或搭载骁龙888处理器。总的来说 ，vivo X70 系列产品并不弱，尤其是拍照，或许还会超越以往的表现。5. 荣耀 Magic 3。有关荣耀 Magic 3将首发骁龙888 Pro 的消息已经不再是秘密了。对于手机市场而言，荣耀 Magic 3也将成为下半年最值得关注的一款旗舰产品。一直以来 ，Magic 都是荣耀的高端旗舰代表。如今随着新荣耀的独立，荣耀 Magic 3也将迎来自己的首秀。说白了，这款产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荣耀在高端化道路上的极致，其产品力也会有一个大的提升。而首发骁龙888加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荣耀对于这款产品的决心。不过，目前网上关于荣耀 Magic 3的曝光消息并不多，干货也大都是围绕这枚满血核心上。总体来看，荣耀 Magic 3大概率会采用三星定制的 2K 加级别120赫兹高刷双曲屏，拥有单电芯的100瓦快充。至于影像，荣耀50系列上的1亿像素镜头或许也会在 Magic 3上得到延续。虽然很多消息得不到证实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荣耀 Magic 3将是决定荣耀能否站稳顶级旗舰阵营的关键之作。鉴于这样一种定位，荣耀 Magic 3也势必会有一些吸睛的地方。6. 小米 Mix 4。上半年，小米发布了号称安卓之光的小米11 Ultra， 以及全新的折叠屏旗舰小米 Mix Fold。不过，对于米粉而言，小米最值得期待的还要数 Max 系列。小米 Max 系列不仅搭载了大量黑科技功能，同时也承载着小米对未来的摸索。而传闻已久的小米 Max 4就成了很多人的关注焦点。据悉，小米 Max 4将会采用屏下摄像头屏幕。屏下摄像头技术一直被视为全面屏手机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。不过目前只有中兴推出了屏下摄像头技术的产品，其他品牌一直没有动静。如今看来，小米屏下摄像头应该已经进入了可量产阶段。不过至于达到了什么样屏下显示效果，还需要等到真正发布后才能知晓。除了屏幕外，有爆料称小米 Max 4将会搭载120瓦有线快充和80瓦无线快充，这无疑可以称之为当下最强的充电组合了。芯片则大概率会采用骁龙888 Pro 处理器，此外还会预装 MIUI 13。当下 MIUI 12以及后续升级版本 MIUI 12.5的风评一般，相信米粉和大众消费者也期待 MIUI 13可以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。最后就是相机部分，据悉小米 Max 4的主摄为三星 GN2，当然也有可能会沿用 Max Fold 的液态镜头，以确保其可以达到顶级旗舰的影像水准。
以上就是在下半年即将与我们见面的几款产品。总体来说，这些也算是2021年下半年最受大家期待的新机了。目前关于 iPhone 新机的爆料最多也最可靠，其他产品爆料信息并不是很多，一些内容也仅能作为参考。不过，随着7月份的到来，部分新机的曝光节奏也会马上提上日程，该来的总会到来，大家等着便是。好了，影片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，请大家多多点赞和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